有个失踪男孩的父母来求助我，想让我帮忙找到他们儿子。可是种种迹象表明，男孩可能死了，他的心脏却依然在跳动着。叔婶，我们要相信科学，咱们被骗的还不够多吗？再这样折腾下去，你们俩要把养老钱都给花光了。文轩，你别拦着我，婶子一定要找到小磊，不管是科学还是迷信，我都要去试。院子里一大早就传来了吵嚷声，我睡眼朦胧地推开卧室的门走出去，看到了一对满面沧桑的中年夫妻和一个颇为俊秀的年轻男子。你们找谁？我揉了揉眼睛，疑惑地看着院中的三人。我找灵珠大师。我挠了挠头，找我呀？是有什么事吗？院中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中年夫妻诧异地看着我，眼神里闪过几分犹豫和后悔。年轻男子的眼神更加直白，就差说我毛还没长齐就出来骗人了。我翻了个白眼，不用怀疑了，自古英雄出少年，没听过。去客厅等着，我一会就过来。我洗漱完，换了深蓝色道袍，来到客厅。都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看着扎着丸子头，穿着道袍的我，中年夫妻脸色勉强好了一点。灵珠大师，这是我男人，姓叶，我是村头的李大娘介绍过来的。他说你可厉害了，他娘家李家村村主任孙女中邪，就是你给看好的。我点了点头，给他们一人倒了杯茶。中年夫妻看着很不对劲，尤其是我面前这个女人，估摸着40不到的年纪，却一脸的风霜，皮肤是常年风吹日晒的黑红，因为日日以泪洗面，眼睛肿得只剩下了一条缝。两人刚喝完茶，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响起一片鼾声。年轻男子吃惊地看着这一切，立马转头戒备地盯着我，你居然敢下药？安眠药。我叹了口气，这年轻男孩脑子不是很好的样子。这叫安神茶，你叔叔婶婶因为伤心过度，神魂不稳，再这么熬下去，两人身体就垮了，吉伤寿元。接下去的事情你来说吧，让他们好好睡一觉。年轻男子叫叶文轩，上个月刚刚大学毕业，念的还是法律专业。他还有个堂弟叫叶小磊，也是这对中年夫妻的独子。叶小磊是一名高2的学生，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为家里是农村的，离学校比较远，所以叶小磊一直是住校的，在每周5下课后会坐最后一班大巴车回村子。这天，叶父叶母等到晚上10点多还没见到儿子放学，不由得着急了起来。可谁知，等他们赶到学校时，学校却说叶小磊早就离开学校了。两人跑去派出所报警，警察却说男孩失踪不到24小时，不能立案，让他们去网吧、台球室找找。毕竟这个年纪的学生，放学以后和同学约着去打游戏什么的，再正常不过了。派出所之前兴师动众找了个男生半天，结果人家跑同学家通宵打游戏去了。到第2天，依然不见叶小磊的踪迹，全村人都跟着着急了起来。叶家村民风淳朴，村子里人大多沾亲带故，而且叶小磊为人乖巧懂事，读书又好，村里都盼着他考上个好大学，给村里争光。叶文轩也从实习单位请了假，赶回家帮着找堂弟。这一找就找了1个月。学校的摄像头显示，叶小磊背着书包出了校门。根据派出所追踪的监控显示，叶小磊路经过一条小巷子时，人就消失了。那一片是快要拆迁的老小区，没有监控。案子到这里就陷入了死结。老小区地形四通八达，当中住着很多外地租户，每天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要想找一个消失在这里的人，实在是艰难。叶父叶母到处张贴寻人启事，求助媒体记者，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是叶小磊的消息却犹如石沉大海，连水花都看不到一片。叶父叶母绝望之下，开始寻求民间术师的帮忙，结果被骗了很多钱，依然找不到叶小磊的下落。我同情地瞟了眼昏睡中的叶父叶母，17岁的男孩失踪1个月，大概率是出意外了。你准备一件叶小磊的贴身衣物，还有他的生辰八字，最好有他的头发、指甲什么的。叶文轩从叶母脚边拿过个布口袋，变戏法一样从里掏出了各种东西。他苦笑一声，抬起头，最近找了很多所谓的大师，这些东西倒是都有。好啊，陆灵珠，你居然敢背着我接客！我拿好东西刚准备动手，好友宋菲菲就咋咋呼呼地冲了进来。你个没良心的，我刚出门买了个早饭，你就背叛我了。我翻了个白眼，对着叶文轩抬了抬手，这是我好友兼助理宋菲菲，脑子不是特别好，你不要理她。宋菲菲是我们这有名的富二代，知道我能抓鬼以后就缠上了我，在超能力的加持下，我只能忍痛收了她当助理。别闹了，办正事呢，找失踪男孩呀，都急得晕过去了。那咱们是要抓紧一点。宋菲菲瞄了瞄睡得正香的叶父叶母，终于正经了一些。我从抽屉里掏出个泥巴捏的人偶娃娃，这是专门寻人用的，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做成的。制作这人偶娃娃，泥巴要选马路中间段的。大家都见过有人会在路边烧纸钱，这是因为马路可连接阴阳，既具备阳气，又蕴含着阴气。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马路都是柏油路了。为了找泥巴路，我跑了好几个村子才找到一条符合条件的。有了泥巴，还要用水活。这水可不是一般的水，要沾满人气的阳间水。有些村子旁边有河，村民都在河里洗衣服、洗菜，孩子会在河里玩水。
这种河的水沾染着烟火气，是最好不过的阳间水。在1年1月1日阴时做好泥娃娃，然后将泥娃娃在每天太阳最大的中午暴晒9天，才能得到一具富有灵性的追魂娃娃。我掏出一锭墨，剪下叶小磊衣服的一角，和叶文轩递过的几根小拇指长的头发一起用符纸点燃，然后将烧完的灰小心翼翼地倒在砚台里，用混合着头发灰和衣服灰的墨水在追魂娃娃身体上写上叶小磊的生辰八字以后，我在桌子的东边放了一小盆多肉，在西边则放上一把铜钱。看着宋菲菲迷茫的眼神，我耐心地给她解释道：东为木，木代表着生机，放个绿植是加重这种生机；西方为金气肃杀之地，万物凋零，木绝于今。等会儿追魂娃娃如果朝绿植走去，则表示叶小磊还活着。宋菲菲看得啧啧称奇，她摸了摸下巴，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我知道，如果朝那堆铜钱走去，就表示叶小磊已经挂了。叶文轩神情大痛，我赶忙朝宋菲菲挤眼，这人真是口无遮拦。叶文轩擦了擦眼，对着我挤出一抹苦笑：灵珠大师，我陪我叔叔婶婶找了这么久，虽然到现在我也不是很相信这些东西，但我能感觉到你是个好人，和之前遇到的那些骗子都不一样。宋菲菲立马双手叉腰跳了起来，说谁骗子呢？科学的尽头是神学，知道不？等会儿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灵珠的厉害。我瞪了宋菲菲一眼，她马上安静了下来，弯着腰对我行礼：灵珠大师，您继续。我深吸一口气，将追魂娃娃放在中间，然后双手便开始飞快地结印。随着我的手势，无数道肉眼可见的细小白光钻进了追魂娃娃身体之中。追魂娃娃慢慢地动了起来，先是摇了摇头，然后又挥了挥手。宋菲菲和叶文轩在一旁看得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吉灵再现，无畏风灵，追魂夺魄，五行三界起。随着我一声喝下，追魂娃娃全身剧烈颤抖了起来。不到片刻，整个娃娃竟是从中间裂成了两半，一半滚到了铜钱上，另一半滚到了绿植盆上才停下来。卧槽！我的追魂娃娃！我倒抽一口气，心疼地按着胸口。宋菲菲和叶文轩也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变故。啊，我知道了！宋菲菲大喊一声，这是不是表示半死半活？我摇了摇头，脸色发白，这表示他的内脏可能不在他身上了。叶文轩惨白着脸，眼眶通红，他咬了咬牙，表情有几分狰狞。你的意思是，小磊他被人打腰子了？宋菲菲倒抽一口冷气，嘎嘎腰子。我心疼地捡起裂成两半的追魂娃娃，点了点头。我们得先找到小磊的尸体，才能继续找到其他的器官。他……宋菲菲一拍桌子，当场跳了起来，是不是人啊？太过分了！灵珠，我们一定要替天行道，抓住凶手。他的声音过大，安睡着的叶父叶母茫然地睁开了眼。呀，我怎么睡着了？叶母揉了揉眼睛，站了起来，一脸紧张地看向我。灵珠大师，可是有小磊的消息了。我尴尬地挠了挠头，给宋菲菲使了个眼色。宋菲菲看着一脸憔悴的叶母，到底是没忍心说出口。犹豫了半晌，他又将头转向了叶文轩。这个，我们把情况都告诉叶文轩了，让他和你们详细说说。我尿急，告辞。说完就像兔子一样窜出了屋子，只留下一道残影。菲菲，你忘记拿纸了？我喊了一声，然后对着叶文轩使了个眼色，也冲出了屋子。唉，实在是看不得这种人间疾苦。我和宋菲菲猥琐地躲在门外，不一会儿，屋里就传出了撕心裂肺的痛哭声。宋菲菲抹了抹眼泪，唉，灵珠，我看得心里真难受，这家人太惨了，他们的钱我替他们付了吧。我用袖子擦了擦眼角，菲菲你真是个好人，我们到家不谈钱，只说缘。这是108000元，宰了狗大户一刀，我的心情略微好了一点。回到屋里时，叶文轩已经抚慰好了叶父叶母，叶母满面悲痛，神情却是很坚定。灵珠大师，我还能再见小磊一面吗？我同情地点了点头，等我找其他的魂魄，可以让你们好好告个别。叶小磊丢了七魄，找他的尸首就变得异常艰难了。我带着宋菲菲跟着叶父叶母回到了叶家。晚上子时，我在叶小磊房间里布好阵法，开始认真找人。先将叶小磊的贴身衣物烧成灰，将灰厚厚的涂抹在我用符纸叠成的纸鹤上，再取一碗清水滴入叶父叶母的食指血。随着我手印的结束，纸鹤扑腾着翅膀歪歪扭扭地飞了起来，然后便一头栽倒在碗里。纸鹤身上瞬间印满了红色的纹路，看着有几分绮丽。叶家人凝神屏息，看着我的动作，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叶文轩更是一脸震惊，呆滞的神情表示他的三观显然受到了极为巨大的冲击。我拉过叶父叶母，让他们对着纸鹤用力地吹出一口气。呼，气刚吹完，碗中的纸鹤就扇了扇翅膀，灵活地飞了起来。别愣着了，跟上啊！纸鹤带着我们7万8绕来到了江边，看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江水，我吞了吞口水。不会吧，叶小磊的尸体在江底？宋菲菲也深吸一口气，这江可深了，最起码10几米，要是在江底，应该身上绑了石头什么的吧。我四处看了看，从旁边的小路上走到了江滩，然后从怀里掏出张符纸扔到河面上。
符纸很快就在黑夜当中散发出幽幽的蓝光，不一会，河滩上就跳上来一条3、4斤重的鲤鱼。我将在空中挥舞着翅膀的纸仙鹤塞进鱼肚子里，不一会，黑色的鲤鱼就散发出了一阵淡淡的红光。我转头看了看叶文轩，会游泳吗？叶文轩毫不犹豫地点点头。我随手脱了外套，将一只手电筒绑在手臂上以后，把鱼扔进了江里。鲤鱼在黝黑的江水中摇头摆尾，示意我们跟上它。我和叶文轩一前一后跃入水中，夜晚的江水很凉，一入水我就打了个激灵。鲤鱼欢快地甩着尾巴，深夜的江水黑不见底，手电筒的光只能照亮前方一小片位置，仿佛远处的光线都被那黑暗给吞噬了。有密闭恐惧症和深海恐惧症的人如果下来，能当场吓死。我憋着口气，跟着冒着红光的鲤鱼朝下游去，不一会就到了江底。只见茂密的水草上躺着一只巨大的麻袋，我用匕首割开袋子，里面果然装满了石头。用力搬开石头，一具浮肿苍白的尸体跃入眼帘。叶文轩看到以后马上呛了水，挣扎了好一会才恢复过来。我刚要去拉尸体，眼角余光瞄见远处一道极快的身影正飞速向叶文轩游来。我一脚朝叶文轩踢去，那东西便抓了空。卧槽！合同！我心里叫苦不迭，这条江每日都有轮船往来，怎么会有这玩意儿？叶文轩显然被吓得不轻，而且我们下水时间很久，他已经要憋不住气了。合同这东西是水底阴气所化，在水中力大无穷，极难对付。他刚刚一爪扑了个空，掉了个头，又朝叶文轩抓去。就在这时，叶小磊动了，只见他翻了个跟头，猛地朝河童撞去，将河童撞出好几米远。我惊叫一声，吐出了好几个泡泡。卧槽！叶小磊气魄都没了，还能变成水鬼？河童眼睛冒着蓝光，他眯着眼睛看了看叶小磊和我，犹豫了一会，居然掉头游走了。我刚松了一口气，就见叶文轩嘴里吐出一串泡泡，渐渐沉入了江底。而此时，叶小磊也恢复了正常，一动不动地浮在那里。我随手扯过一根水草，将他的手和我的手腕系到一起，然后就拼命朝叶文轩游去。哗啦！我带着叶文轩浮出水面，立马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气。宋菲菲见状，马上跳下水接过了叶文轩。我喘着粗气，将叶小磊也捞出水面来帮忙抬一下。宋菲菲此刻正在拼命按压着叶文轩的胸腔，看到叶小磊的尸体，她猛然吓了一大跳。卧槽，这什么玩意儿？叶父叶母也赶紧上前帮忙，几人合力将叶小磊搬上岸以后，我瘫在地上动弹不得。这一趟下水真是要了我的老命。叶母怔怔地看着尸体手腕上蓝色的电子表，这是他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小磊收到手表时非常开心，说以后考试看时间就方便了很多。小磊，这是小磊。我浑身一抖，和宋菲菲对视了一眼，然后一把上前扒拉开宋菲菲，假装给叶文轩抢救。宋菲菲被我一推，恰好摔倒在叶母的跟前，看着叶父叶母悲痛欲绝，一副马上要昏厥过去的样子，她慌张得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摆，磕磕巴巴了半天，终于说了一句：其实人找到了也是好事情。我嫌弃的别过头，真没见过这么不会安慰人的。就在这时，手下的叶文轩咳了几声，终于醒了过来。看着抱头痛哭的叶家三人，我和宋菲菲在一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们俩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见不得人在自己跟前哭，尤其是这种这么凄惨的，看得人浑身难受，却又帮不上忙。就在这时，叶文轩拿过手机打了电话，我才意识到他居然报警了。我去，你报警了？叶文轩红着眼眶点点头，我弟死得这么惨，我一定要找到凶手，绳之以法。我和宋菲菲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警察来了怎么说？我们怎么找到尸体的？还有，我今晚就要用叶小磊的尸体招魂，时间拖得越久越麻烦。叶文轩愣了愣，半晌才磕磕巴巴的说道：那现在招？我看了看时间，现在是凌晨1点多，子时已过，只能勉强试一试了。我跑去车上，打开后备箱，将东西都翻出来，和宋菲菲很快在江边布置了一个简易的招魂台。叶小磊的尸体被放置在一块绘满了巨大八卦图的黄布上，我将点好的7根蜡烛依次放在叶小磊额头、胸口、丹田、双手和脚跟后的位置。江边风很大，烛火忽明忽暗，眼看着吹灭了，微弱的星火一闪一闪，却又重新燃了起来。我高举铃铛，吩咐叶家三人等我开始摇铃以后，拼命呼喊叶小磊的名字。嗨嗨！我清了清嗓子，正准备开始，就在这时，远处的路上2道强光照来，伴随着警笛声，警察到了。车门被打开，下来3个身穿警服的男子，其中一个年龄略大，另外2个年轻一些。我生气地看着这帮警察，这一个个一身煞气的，我还怎么招魂？我瞪了叶文轩一眼，自己惹的祸自己解决。叶文轩苦笑一声，走上前握住了其中一个年轻警察的手。林瑞，你来了。林瑞看着地上的尸体，眼神暗了暗，对同事摆摆手，就要围上前去。我将手臂横在他身前，神情严肃：你不能过去，会惊了亡者的魂魄。什么？林瑞很无语地翻了个白眼，将我推到一边。文轩，咱们那么多年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信封建迷信这一套？真是太麻烦了。
经过叶文轩和叶父叶母苦口婆心、撒泼打滚、涕泪纵横的一番解释，几个警察总算是答应等我招魂完，再把叶小磊的尸体带走了。不过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要看着我招魂。我嫌弃地瞥了他们一眼，行吧，不过你们得在帽子上还有肩膀上放点东西遮掩煞气，不然就这一身制服，我招到天亮都招不来魂。林睿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似乎在看我还能怎么编。我从兜里掏出一个矿泉水瓶，瓶上绘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宋菲菲瞪着我的瓶子，一副快要窒息的模样。卧槽，灵珠，你拿矿泉水瓶装东西？牌面呢？道门高手的风范呢？牌什么牌，净整那些虚的。我恋恋不舍地从瓶口里倒出一小捧黄土，吩咐林睿戴上帽子低下头来。没办法，他个子太高了，我够不着。林睿俯下身，认真地看着我的塑料瓶，这是什么？坟头土，可以遮掩你们身上的阳气，以免冲撞亡魂。林睿身子僵住了，他淡淡地瞥了我一眼，眼神意味不明。我在他头顶和两侧肩膀上各撒了一撮坟头土，然后吩咐他们和宋菲菲一起站在西侧。宋菲菲对于他没有坟头土这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并抢过我的瓶子，强行给自己撒了一大捧。他可真不嫌晦气。我无语地摇了摇头，重新在叶小磊的尸体前站定。招魂正式开始了。我朝空中撒出一大捧纸钱，一边摇晃着手中的古朴的铃铛，一边轻声念着咒语。随着急促的铃铛声，地面上吹起一阵阵细小的龙卷风，龙卷风卷起地上的纸钱，在叶小磊身侧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漩涡。林睿原本双手抱胸，颇为不屑地站在一旁，见到这古怪的场景，他们三人都收起了轻视的眼神，惊讶地看着我。宋菲菲见状得意地一仰脖子一甩头，好似做法的是他。叶小磊魂归来兮，我念完最后一句号令，对着叶文轩点了点头。叶家人情真意切的呼喊很快就回荡在江边，小磊，妈妈很想你。儿啊，小磊，你快回来吧。磊磊，你和爸爸说好，考完试要带你去看科技展的，爸爸票都买好了。磊磊，你回来呀。磊子，你不是一直想去哥哥的大学看一眼吗？你回来，哥就带你去。我伸出衣袖擦了擦眼角，好烦啊，整这么感人，影响我工作。叶家人的呼喊声越来越大，叶父叶母把这个月的所有绝望、伤心和愤怒都寄托在了这呼喊声中。渐渐的，江面上响起了一阵呜咽声，如泣如诉，不绝于耳。来了！我话音刚落，江面上远远地飘过来一团黑影，影子很淡，隐约能看清叶小磊模糊的轮廓。叶家人立刻捂住了嘴，生怕惊到叶小磊。人死后有三魂七魄，叶小磊的影子带着几分黑气，淡得好似风一吹就能散去。我顿觉头疼，他这是只剩下一魂一魄了。只有找到其余的魂魄，才能恢复神智和记忆，也才能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何事。叶小磊飘荡在空中，神情迷茫，眼神空洞。我叹了口气，掏出葫芦，将叶小磊的鬼魂收了进去。小磊，小磊，你去哪了？叶母瘫倒在地，嚎啕大哭。我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阿姨，叶小磊被我收起来了，他的魂魄需要温养，等我找其他的魂魄，到时候他就能和你们说话了。林睿一改之前的高傲，努力扯出一个笑脸，将手伸到我面前。你好，我叫林睿，还未请教大师贵姓。他旁边的老警察更加激动，一屁股挤开林睿，握着我的手拼命摇晃。大师，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局里坐坐？有几个案子想和你聊聊。嗨嗨，急什么？一个一个来。宋菲菲清了清嗓子，从怀里掏出本子，开始给他们安排时间。好了，都先回去休息吧，有这一魂一魄在，找其他的魂魄就简单了。林睿尴尬地拉住我的胳膊，灵珠大师，你们得先跟我们回局里做笔录。你是怎么发现尸体在江底的？我掐指一算算到的，然后我就去河里找了。林睿尴尬地停下了敲键盘的手。我在河底还看见个水鬼，你要不要继续记录？林睿皱着眉头，痛苦地思索了半天。他悠悠地叹了口气，手指翻飞继续码字，过一会就递过一张笔录让我签字。我半夜睡不着，和朋友去江边玩浮潜，然后就看到一只麻袋，一时好奇割开麻袋才发现了不对。我看着手中的笔录，嘴角抽了抽。你才半夜去浮潜？你全家半夜都去浮潜？在警局问了半天话，折腾到早上，林睿才放我们几人离开。离开之前，他还再三表示，如果我要去找叶小磊其他的魂魄，必须带上他。宋菲菲一脸的得意洋洋，真好啊，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你以为去寻宝啊？人多了，有时候反而坏事情。我和宋菲菲在酒店狠狠休息了一天，期间法医的鉴定结果也出来了。按照尸体的骨龄和身高等其他特征来看，尸体大概率就是叶小磊了。DNA 鉴定结果还没出来，不过根据报告，叶小磊的身体确实已经空了。警方初步怀疑叶小磊是被专门嘎腰子的人贩子给绑走的。再三劝阻之下，叶父叶母终于答应在家好好休息，将寻找叶小磊其他魂魄的重任交给了我们。深更半夜，室内酒店，两男两女。宋菲菲嘿嘿一笑，感觉好刺激哦。我也嘿嘿一笑，待会还有更刺激的。宽敞的套房内，我和宋菲菲、林睿和叶文轩四人在沙发上团团围坐。我将所有电灯都关上，
并在房间4个角落点燃了4支蜡烛。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只笼子，笼子里装着一只黑猫。昏暗的房间内，黑猫的眼睛散发着幽幽的绿光，看着颇为瘆人。我还从来没有用这个姿势撸猫过，好嗨哦！宋菲菲伸出手想打开笼子，我一掌拍掉她不安分的手，撸你个头，这是用来请魂的。黑猫属阴，等会叶小磊的魂魄就会上黑猫的身。我掏出4顶白色的纸扎帽递给他们，把这帽子戴上，可以遮掩阳气。宋菲菲一脸疑惑，为什么不用坟头土？哦，我不想洗头。林睿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接过了手中的帽子，并递给叶文轩一个。戴上帽子以后，我看着眼前排排站的3人，冷不丁一看，差点以为是一排阴差。走远点，走远点，瘆得慌。我嫌弃地挥挥手，把他们赶走以后，开始集中精力请魂。黑猫通灵，现在又是子时阴气最重的时候。我掏出张符纸，写上叶小磊的生辰八字，写完以后，拿出一小撮叶小磊的头发卷在符纸中，然后将符纸放在碗中烧尽。我掏出个矿泉水瓶，里面是好不容易收集到的阴阳露。阴阳露其实是夜晚的露水和阳光下的雨水混合而成，露水为阴，雨水为阳，混合而成便是阴阳露。露水易得，太阳雨水难得，雨水经过太阳照耀，蕴含自然阳气，几年都不一定能碰上一次。将阴阳露小心翼翼地倒入碗中，水碰到符纸的那一瞬间，碗里直接升腾起一朵小号的蘑菇云。我打开笼子，按住猫的头，把一整碗符水都灌了进去。等黑猫喝完符水，身上便开始散发出微弱的白光。我心中一喜，从兜里掏出葫芦，将叶小磊的魂魄放了出来。魂魄一见到黑猫，就瞬间被黑猫吸了过去，仿佛那是一个黑洞。魂魄一入体，黑猫立刻发出了一阵痛苦的尖叫，声音清亮，却又带着几分稚嫩。叶文轩眼睛一亮，是雷子。这是雷子的声音。成了。黑猫踉跄了几步，晃了晃脑袋才站稳定。站稳以后，他便低低地叫了几声，这次已经恢复了猫的声音。看着焦躁不已走来走去的猫，我眯了眯眼，走吧，叶小磊有2个魂魄在本市。一行人便匆忙带着黑猫上了车，在黑猫的指引下开了2个小时的车，才来到了一家郊区的私人医院。这是我们当地最好的私人医院，据说里面有些医生还是高价从香港和国外挖来的。宋菲菲站在医院门口，一脸激动，卧槽，这不是我舅舅开的医院吗？他偷卖器官？好啊，今天我要清理门户。豪门。我摇了摇头，电视里面果然都是真的。瞧宋菲菲这样，恨不得现在就把她就给枪毙了。不愧是本地最好的私人医院，半夜2点了，门口保安还很尽责的在站岗。宋菲菲低低按了2下喇叭，保安一溜烟的跑了过来，开门。呀，宋大小姐。我马上开门。宋菲菲仰着脖子冷哼了一声，一副欠扁的财阀面孔。车子一路畅行无阻地开到了住院部，怀中的猫更加不安了，拼命用爪子挠着我的衣服。我将猫放到地上，它便跳跃了几下，飞快地朝前跑去。快追！猫咪跳着，很快来到了一条走廊前，看着用爪子挠门的猫，宋菲菲脸色有点不自然。这里是高级 VIP 病房，没有预约进不去。我对着林睿叹了口气，先说好啊，这事情我可是第一次做。说完，我就掏出张符纸贴到门锁上，临兵斗者皆阵列前，破。话音刚落，门就开了。黑猫嗖的一下就窜了进去，我紧随其后。宋菲菲小声在身后喊我：卧槽，刚刚那招你为什么不教我？你居然有所保留。吵闹中，黑猫在一间病房前停了下来，看着房号。宋菲菲神情呆滞。这是我外婆的房间，她上个月刚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我尴尬地看了眼病房，你外婆的心脏是叶小磊的，你外婆移植完以后排异反应肯定很严重吧？叶小磊在守护着自己的心脏呢。宋菲菲一脸歉意地看了眼黑猫，连讲话都磕巴了起来。那怎么办？叶小磊还能拿回自己的心脏吗？我叹了口气，你傻呀，人都死了，怎么拿回？我将符纸贴在门上开了锁，黑猫果然窜了进去。我和宋菲菲一前一后走进了病房，不一会儿，叶文轩和林睿也跟了过来。我看着病床上苍白瘦削的老人，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叶小磊实在是无辜，那些罪犯都该死。眼前的老人知道自己的心脏是怎么得来的吗？宋菲菲走到床边，拉住老人的手，神情愤愤，这一切肯定和我舅舅脱不了干系。他说心脏是一个出车祸的年轻人自愿捐赠的。没想到，黑猫跳上床，低低地呜咽了几声，然后走到老人的胸口前，用头拱了拱。昏暗的灯光中，我们能明显看到一道白光一闪而逝，从老人胸口飞快地闪到了黑猫身上。随着老人苍白的面容渐渐地恢复了一分红润，呼吸也开始平缓起来。我抱着黑猫，心情沉重地出了医院。一路上大家都没有说话，气氛异常的沉闷。就连平日里最活泼的宋菲菲也板着脸一言不发，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回到房间以后，我默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巨大的中国地图，然后把黑猫抱到了地图上。做其他移植手术的那些人应该已经转院了，他们都在哪？黑猫在地图上转了几圈，然后给我们指出了几个地点：川市、哈市、江市还有海市。还真是天南地北，哪里都有。
大家收拾好行李，用最快的速度在全国逛了一圈，很快就搜集到了叶小磊的其余魂魄。我将黑猫放到桌子上，小心翼翼地将叶小磊的魂魄招了出来。看着凝实了不少的魂魄，叶文轩激动得热泪盈眶。小磊可以说话了吗？我摇了摇头，七魄是齐全了，还差2个魂。宋菲菲走过来，将下巴托在我的肩膀上，连着几日马不停蹄地赶飞机，我们4个人都累得够呛。5脏都齐全了，心肝脾肺肾上的魂魄都找到了，还有2个魂会去哪里呢？这2个魂估计快消散了，其他的魂魄附在叶小磊自己的器官上，倒是没什么，剩下的2个魂可能是附身在其他物体上了。而且这东西天天接触着阳气充足的活人，鬼魂接触活人久了，对阴魂损伤极大。我知道了，凶手还有2个魂肯定是附身在凶手身上了。林瑞一捶桌子，激动的脸色发红，眸子亮得惊人。我深以为然地点点头，既然这样，我们就要抓紧了，再抓不到凶手，叶小磊其他2个魂估计都要散了。我把猫重新关到了笼子里，为了早点找到魂魄，已经不适合用猫了。叶文轩，接下来我会让叶小磊上你的身，你们从小一起长大，血缘接近。只是鬼魂属阴，上完身以后，你会大病一场，个把月才能恢复。叶文轩神情坚毅地点点头，那还犹豫什么？咱们赶紧开始吧。我一脸淡然，那开始吧，得把外套脱了。宋菲菲闻言眼睛立马亮了起来，比刚刚发现凶手的林瑞还亮。灵珠，需要我帮忙吗？我义不容辞。我犹豫了一会儿，点了点头，也行吧，刚好看看你画符练得怎么样了。将叶文轩全身涂满用尸油混合着坟头草碾成汁液的油水混合物以后，我像喂猫一样喂叶文轩吃下1碗符水。吃完符水的叶文轩眼神立马变得空洞了起来，叶小磊的魂一上他的身，叶文轩就挣扎着要往外走。林瑞扑过去抱住叶文轩，阿轩你好歹穿件衣服啊。然而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叶文轩被上身以后力大无穷，腰一扭，手臂一用力，就把身高186的林瑞给甩开了。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穿着一条裤子，全身画满纹身一样的符，横冲直撞地出了门。林瑞随抄起件外套就往外冲。阿轩，现在才晚上9点啊，街上还有人啊。我和宋菲菲对视一眼，笑得异常猥琐，也紧跟着林瑞出了门。林瑞不愧是叶文轩的好兄弟，在挨了叶文轩2拳3个巴掌以后，终于将衣服套在了叶文轩身上。幸亏他专门挑偏僻的小街走，在穿了无数条小巷，拐了几十个弯以后，叶文轩终于停了下来。我看着靠着墙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宋菲菲，再一次对他有了新的认知。我是不必说，师傅从小对我很严格，蹲马步跳水练桩，每天2个时辰的练功习惯已经刻在了骨子里。林瑞作为警队之星，体能训练也是必不可少。而宋菲菲一个首富之女，居然能跟着我们跑了几十条街，实在是让我刮目相看。就在这时，前方僻静的小巷传来了动静，一个大约15、16岁的男孩哼着歌，拎着个零食袋从前侧拐了过来。小巷的尽头停着一辆面包车，面包车里迅速下来2个高壮的中年人，捂着男孩的嘴就把男孩绑上了车。与此同时，我和林瑞对视一眼，林瑞迅速按住了叶文轩，我则是用力捂住了宋菲菲的嘴。等车开走以后，我松了口气，放开宋菲菲，宋菲菲蹭的一下跳起来，卧槽，绑架，追呀！我用力磕了一下他的脑袋，引蛇出洞，懂不懂？我在叶文轩身上下了追踪符，现在追才能端了他们的老窝。宋菲菲一掌拍上我的后背，可以呀。和林瑞心有灵犀啊！林瑞不自在地瞥了我一眼，佯装淡定，耳朵却是红了。我们叫了个车，很快就来到了市郊一栋烂尾楼前。这楼盘之前号称要打造本市最豪华别墅小区，结果后来公司破产烂尾了。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个藏人的好去处，那些犯罪分子还挺会挑。我对林瑞和宋菲菲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们安静地跟上。就在这时，叶文轩一个箭步就朝其中一栋别墅冲了过去。卧槽！叶文轩，你慢点！废弃的旧别墅内放着几个煤油灯，昏暗的水泥地上横七竖八躺着3个半大的少年，最小的看起来才13岁左右，最大的看着也就是18岁的模样。5个高壮的青年男子正围坐在一边，每人手里还捧着盒快餐。哟，这个点了，还没吃饭呢。我热络地打着招呼，把那几个人吓了一跳。为首的刀疤男子看到我和宋菲菲，眼前一亮，卧槽，这妞正啊，卖去缅北得不少钱。叶文轩看到刀疤男神情异常激动，我一拍他的背，只见2道浅白色的光从刀疤男脖子上的大金链子飞了出来，嗖一下就钻进了叶文轩身体里。2道魂魄一入体，叶文轩就晕了过去。我将他放倒在地，掏出葫芦，把叶小磊的魂魄收了进去。他的魂魄实在是太虚弱了，需要回去好好养一养才能出来见人。见我3两下就放倒一个成年男子，刀疤脸吃了一惊，同行。林瑞朝我不着痕迹地使了个眼色，我淡然地点点头，同行，我是专门嘎腰子的，嘎完卖到泰国去，看看我挑的这腰子壮不壮。说完，我踢了昏迷中的叶文轩一脚，将他健硕的身躯露了出来。为首的刀疤男子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你也是郎老大叫来的？
我继续点点头，瞥了一眼被绑住手脚的几个男孩，比不过你，我才抓了一个。哎，我们3个人出马才把他整来这里，费老力气了。刀疤男显然戒心很强，几次三番开始套我的话，对自己的事情却闭口不谈。我胡乱扯了一通以后，别墅的门口又走过来不少人。刀疤男脸上一喜，郎老大，你来了。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我朝刀疤男笑了笑，我老大也来了。接下来的行动异常顺利，有我和林瑞这2个人形武器在，对付这几个绑匪简直是小菜一碟。而且警方很重视这次抓捕行动，来了非常多特警，很快就将别墅包围得水泄不通，油泼不进。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警方了。林瑞一头扑在案子里，忙得昏天黑地，而我则是带着叶文轩回了家，用心养了1周以后，叶文轩苍白的脸终于恢复了红润，而叶小磊的魂魄也是时候和他家人见面了。爸妈，叶小磊穿着校服，笑得一脸开心。叶父叶母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呜呜哇哇。宋菲菲蹲在一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爸妈，虽然我遇到了坏人，但是我后来都去看过了，有些接受我器官的人是无辜的，我也算死得有价值了。灵珠姐姐说了，我很快就能去投胎了。别难过，这辈子可以当你们的孩子，我很幸福。我咬着牙，努力试图将眼泪憋回去。我不能哭，我可是要成为道门一代宗师的人。这帮天杀的畜生，多好的一个孩子啊！我擦了擦眼泪，转身出了房间，将空间留给了叶家人。宋菲菲也抽抽噎噎地在我身旁坐下。那个郎老大，我在我这办公室看到过他。他娘的，我说他们医院天天动移植手术呢，一台手术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治疗费用。他胆子竟然大成这样，这种钱都敢挣。他家的钱已经几辈子都花不完了。灵珠，为什么人心可以这么黑呢？我摸了摸宋菲菲的头，她将头靠在我肩上，哭得停不下来。等入这行久了，她就明白了，比鬼更可怕的其实是人心。因为证据充足，加上宋菲菲的大义灭亲，警方很快就破获了这起案子。原来宋菲菲舅舅为了打响医院名气，愁眉不展时，有人找上了他，说是可以提供优质的器官。虽然明知道对方来路不正，但是当了财阀多年，宋菲菲舅舅早就不把普通人当回事情了。他付钱，对方提供新鲜的器官，只要能挣钱，宋菲菲舅舅选择了对来源睁只眼闭只眼。警方很快就抓获了这个猖狂的人贩子团伙，而宋菲菲舅舅也被判了刑，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灵珠，你就收留我吧，我被我妈赶出来了。宋菲菲之前只是天天往我院子里跑，今天更是直接将东西搬了进来。我翻了个白眼，你被赶出来带的东西是不是有点多？宋菲菲一边指挥人搬家，一边对着我抱怨，我妈就是个伏地魔，恨不得把我们宋家掏空了去填补她娘家人。我就这次进去，她是彻底恨上我了。哼，除非她来给我道歉，不然我是不会回家住的。我叹了口气，其实这院子也是宋菲菲买的，她愿意住就住吧。就在这时，院子门口又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林瑞提着大包小包站在门口，英俊的脸上全是汗。我狐疑地看着他，你这也是被人赶出来了？林瑞淡然地瞥了我一眼，点点头，我房租到期了，我看你这里有好多间空房，能不能借住一下？我付房租。我冷笑一声，不好意思，我这房子只租给鬼。说完就要关门，林瑞一只手按住门，晶莹的汗珠在立体的五官上折射出细碎的光。他定定地看着我，咧嘴一笑，一口牙齿白得发光。我也是鬼，我是穷鬼。